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最近这个印度的日子是真不好过呀，简直就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想这个莫迪老先正带着大家伙做着大国梦，这梦想着这个印度崛起呢。结果呢，这美国老大哥特朗普上来就是一顿咣咣的关税大棒砸的这个印度是七荤八素，找不着北。这关税的事还没搞明白呢。这美国人又扑哧一下背后给了印度一刀，而且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啪啪啪的响亮的扇了印度几个大耳刮子。这下可好，这个印度天天给人哭诉我是受害者，巴基斯坦是坏蛋的故事彻底没法往下编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话说8月11号，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突然发了个声明。这个声明可不是闹着玩的直接把一个叫俾路支解放军的组织连带他的外号马吉德旅一起给拉黑了。这美国直接给他们扣了2个大帽子，一个是外国恐怖组织，一个是全球特别指定恐怖分子。我的天哪，这帽子扣的那叫一个瓷实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美国官方盖章认证这帮人是坏人，是恐怖分子，以后谁跟他们沾边谁倒霉，跟他们有关的钱在美国通通冻结。这帮头头脑脑想去这个美国没门，签证不给办，飞机不让落，谁要是敢跟他们送钱送枪送吃的，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对不起，这个美国就要制裁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那听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要问了，美国反恐就反恐呗，这跟印度有啥关系问到点子上了关系可是大了去了。这个俾路支解放军他们闹事的地方在巴基斯坦一个叫俾路支省的地方，他们天天想着从这个巴基斯坦独立出去。这巴基斯坦的政府呢，就天天跟这个全世界嚷嚷说这帮人不是啥解放军就是恐怖分子，天天搞爆炸袭击平民，还专门袭击我们在那儿搞建设的中国人，那简直是坏透了而且这巴基斯坦还一直指这个印度的鼻子骂就是你印度你在背后偷偷给他们钱，给他们武器，想搞乱我们的巴基斯坦。这印度呢当然是死不承认摆出一副我不是我没有你别胡说的无辜样子。在国际上呢，这印度是天天扮演反恐斗士，说自己才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天天指责这个巴基斯坦支持恐怖组织来打我们。这下可好，你品你细品美国突然跳出来一锤定音，说巴基斯坦说的对，这个俾路支解放军就是恐怖组织，这不就等于公开给这个巴基斯坦站台吗？承认巴基斯坦的反恐主张了吗？这一下直接把这个印度给干懵了就像你天天在这个村里广播站骂你的邻居是小偷，结果呢，这个村长拿着个大喇叭，全村宣布经过调查，你邻居是个好人，反倒是你好像有点手脚不干净你说这个脸打得疼不疼？对这个新德里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要说美国这次为啥突然这么挺巴基斯坦，这事它不是偶然的，背后早就有一系列的眉来眼去了。咱们把这个时间倒回去看看就在这事发生的前一天，8月10号，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相当于军队的一把手一个叫穆尼尔的元帅又去这个美国访问了。注意我用了一个又字儿，为啥呢？因为在不到2个月前，也就是6月18号，这位穆尼尔元帅刚刚去过一趟白宫，还跟这个特朗普一块吃了顿午饭。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概念咱们得对比一下看就说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吧，那可是印度最高领导人这天天是琢磨着怎么跟这个美国总统套近乎。那他想要见这个特朗普一面那叫一个费劲要么呢你得赶上个什么 G20 联合国大会这种全世界大佬凑堆开会的局，那才能找机会跟这个特朗普握个手寒暄2句。要么呢你就得正儿八经的搞国事访问，那得提前半年就得开始跟美国那边商量排队走流程，各种繁文缛节困难重重。再看看巴基斯坦这位穆尼尔元帅他可不是什么国家元首，甚至连个政府文职官员都没带，就是一个纯粹的军方大佬。结果呢短短2月自己一个人悄无声息的就去了美国2次见的是谁
第一次记得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吃的饭，这第二次8月10号这次又跟这个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是美军的最高将领丹凯恩俩人见了面，谈的那叫一个深入这个待遇说实话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外交规格，这简直就是把这个穆尼尔当成了最尊贵的客人当成了自己人这美国这一下子把巴基斯坦捧得这么高，那股子亲热劲儿全世界都看在眼里。更让这个印度心里发毛的是啥呢？穆尼尔8月10号在美国参加晚宴的时候，喝了点酒还是咋地反正就是当着一帮美国人的面公开放狠话了。他说啥？他说我们巴基斯坦跟印度要是真打起来万一我们快输了，那我们会考虑用核武器。嚯，这话一出全世界都炸锅了，这可是赤裸裸的核威胁在别人家的地盘上公开说我要扔原子弹，这还得了？按理说这美国作为世界警察，作为晚宴的主人，你不得出来批评两句吗？哎，兄弟话不能这么说这核武器是能随便提的吗？结果呢，这美国人连个屁都没放一个，假装没听见，这个态度就更耐人寻味了不批评本身就是一种默许，一种纵容你看这套组合拳，前脚呢刚给这个穆尼尔超高规格的接待，后脚穆尼尔发表核威胁美国不吱声。紧接着第3天，美国国务院就宣布把俾路支解放军列为恐怖组织。这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配合的是天衣无缝。你说这不就是明摆着在给这个巴基斯坦撑腰吗？给印度上眼药吗？说到这儿这个大家伙肯定想问为啥呀？凭啥呀？这美国和巴基斯坦这关系怎么就突然跟坐了火箭似的，一下子这么火热了？而且还是招招都踩在了印度的痛点上。要我说这事儿说白了就是巴基斯坦自己硬生生打出来的统战价值。什么叫统战价值？这词呢听着有点专业，咱把它说白了，就是你得让别人觉得你是个角色拉拢你得有用，得罪你麻烦，你不是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这个事儿还从今年5月份那场印巴冲突说起。那场冲突这归根结底是印度那边精心策划的一出大戏。第一步呢，先在这个边境搞点什么小摩擦，制造点紧张的气氛。这第二步呢，就借口说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分子搞事情了，然后派出这个空军对巴基斯坦境内的重要目标搞个外科手术式的空袭。这第三步空袭完了，马上就开动宣传机器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打扮成反恐英雄，再把巴基斯坦描绘成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国家。这个计划听着是不是挺完美的？既秀了肌肉，又占了道德高地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剧本执行起来跟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印度空军的飞机是飞过去了，结果呢，这空袭效果简直就是个笑话更丢人的是，第二天双方空军一交手，印度那边直接就被人家巴基斯坦打了个6-0。这一下这个印度可傻眼了本来想在这个全世界面前露脸，结果呢把这个屁股给露出来了。你说这个面子丢光了不说国内的民族情绪也被煽动起来，下不了台了那最后没办法只能灰溜溜的去找这个特朗普说哎呀大哥你快来管管吧，帮忙调停一下呗。后续呢派到全世界去宣讲的这个宣讲团更是没人搭理沦为了国际笑柄。这场冲突打下来全世界都看明白了，印度你这个天天号称要当南亚霸主世界大国的选手，原来就这点实力你拿着从这个俄罗斯、法国、美国买来的万国牌装备结果被这个军事开销比你少得多的这个巴基斯坦按在地上摩擦。这一下这美国人心里的小算盘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响了。印度之前一直把自己包装成啥？包装成美国印太战略里可以用来牵制中国的一枚重要棋子。结果呢，你连这个家门口的巴基斯坦都搞不定，还拿啥去碰瓷中国呢？你这颗棋子根本就不顶用嘛。反倒是巴基斯坦这仗是打得真漂亮，让美国人是刮目相看。以前美国还老卡着不卖巴基斯坦新一批的 F-16战斗机，现在一看，嘿，没我们的 F-16人家用有限的钱攒了一套中式小体系，照样能打。这就证明了巴基斯坦军队的战斗力
也证明了它的价值啊。所以你看，这个穆尼尔再去美国啊，那可不就成了军界和政界的座上宾了吗？这美国人心里也清楚啊，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啊，地缘位置太重要了，不能让它完全倒向中国。那既然现在人家证明了自己不是软柿子，那我当然得把这个态度放好一点，给点甜头啊，把这个关系给拉拢拉拢。这就是最现实的国际政治。咱们说完了受宠的巴基斯坦啊，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失宠的印度，那日子可就不好过呀。在特朗普这种商人出身的总统眼里啊，国际关系就是一本生意经，谁能给我带来利益，谁就是朋友；谁抢我生意啊，谁就是敌人。他看这个印度啊，是左看右看，怎么看怎么都不顺眼。为啥呢？第一，这个印度不是盟友啊，但是在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上是美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大量的印度人啊，通过这个技术移民啊，抢了美国人的饭碗。印度的仿制药、纺织品之类的商品啊，也冲击了美国的市场。这第二呢，这印度啊一直想当有声有色的大国，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啊，不甘心完全听美国的话。尤其是在对付这个俄罗斯这件事上，美国三令五申啊，说谁都不能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和武器，要制裁他。这个印度可倒好，不仅不听，还趁着俄罗斯石油打折啊，玩命的进口，转手呢加工一下，再高价卖到欧洲去，那赚的是盆满钵满啊。这可把这个特朗普给气坏了呀！他直接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开骂啊，公开指责印度靠进口俄罗斯石油转手倒卖啊，赚暴利。这不就是发战争财吗？一点道义啊都不讲，光骂人还不够，还得来点这个实际的。所以啊，咱们就看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啊，关税大棒，对巴基斯坦啊，关税从29%啊给降到了19%，算是奖励。那对印度呢？不好意思，直接给你加到50%，这简直就是惩罚性的超高关税啊！就是要让你的商品在美国卖不出去。除了这个经济上的敲打，在移民问题上啊，美国对印度也是一点都不客气哦。这个特朗普政府啊，加大对印度非法移民的限制和驱逐力度。就在这个今年2月份啊，还发生了一件让这个印度在国际上颜面尽失的事儿。这个美国呀，直接出动了军用运输机，把一大批印度的非法移民给遣送回国了。那些照片传出来啊，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些印度人啊，手上呢戴着手铐，脚上啊拴着脚镣，跟押送重刑犯一样被塞进军用飞机。这个画面冲击也真是太强烈了。哎，你想想，印度天天以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自居，结果呢，自己的国民啊，在美国受到的这种待遇，这就表明啊，在特朗普政府眼里啊，印度啊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拉拢的香饽饽了，而是成了一个需要严厉管教的对象。你不听话是吧？行，那我就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好了，各位朋友，那聊到这儿呢，这盘棋的全貌就差不多就清楚了。美国的这一通操作啊，可以说是把这个搅屎棍的艺术啊发挥到了极致。他这么拉拢巴基斯坦，打击印度啊，对咱们中国来说啊，其实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好的一面是啥呢？美国把那个俾路支解放军列为恐怖组织，这个组织啊，以前啊可没少袭击咱们的中巴经济走廊的项目和咱们的同胞。那现在啊，这个美国啊带头锤他，对保障咱们在那儿的利益和人员安全啊，那肯定是有好处的。那不好的一面呢，当然是这个美国啊，现在加大力度去拉拢巴基斯坦，这肯定啊也会对咱们和这个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但要说现在最难受的，那还得是印度呀。这个莫迪政府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啊，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这西边呢要面对巴基斯坦越来越强的军事压力啊和自信心，这东边呢要配合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但又力不从心啊。回头一看，美国这个老大不仅不帮忙，还反过来对自己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同时呢他不敢彻底跟这个俄罗斯闹掰，能源和军事装备还得靠人家。哎呦喂，这简直就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局面啊！这莫迪那个印度大国梦啊，本来是吹得挺响，现在又被现实的冷风啊吹的是四面漏风。所以说啊，这国际政治啊就是这么现实，这么残酷，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前几年还把你当宝贝，各种吹捧你是印太战略的关键，转眼间就把你当成抹布，说扔就扔。
这印度啊，这回算是结结实实的吃了个哑巴亏，也该好好冷静下来想一想了，自己的定位啊到底在哪儿？成天想着当棋手，可别到头来发现啊，自己一直都只是一枚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那接下来这南亚的牌局啊会怎么发展？这莫迪政府要怎么接招？美国呢和巴基斯坦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咱就看戏吧。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